这都被你搓的都泛红了，整个脸都红，这个地方尤其够。很走。啊，你就别去了。你抹油了没有啊？那还有？搓完脸。放我这吗？不开车啊？就走了1公里，我骑个共享电车就到了。没有的话，我先去给他吃个饭。这点出去健身有人了。这2天都是这个点出去，咱也不知道谁约的，咱也不敢问，问多了其实，就是就圈子里的感觉就这样，就是难得糊涂，那你说平时都是那个，就是半夜去，对不对？现在就是9点去，对，得懂点事，对，哎呀，都明白，这个岁数了。晚星什么时候上？晚星不上，晚星是收费专辑里面的，人家都是花钱听的。我这边如果是上的话，人家白花钱了。有新剧吗？没有新剧。刚播完一个新剧，我们没有那么快的生产量啊。王千强那里，谢谢。这个不认识，这个字儿不认识，是王胖，也不是胖，王也不是王。没印象，这样显得肚子好大。我现在是个大胖子。谢谢卡布的粉丝灯牌。谢水秋少券水秋照券。
谢谢阿 Ken。佛山的名字起的是什么含义吗？是一个品牌吗？还是？我的英文名，我知道你的英文名阿 Ken，我就是一看就是你的英文名。我说那个水丘照劝，水丘照劝，这是你的，是一个成语还是一个什么？照水丘照卷是个成语吗？小爱同学，哎，空调风量调到低，风速已经调到最低了。改了一次。小爱同学，哎，客厅空调调成柔风。好的，帮你操作了。双生胎，嗯。我的眼睛怎么了？我眼睛没怎么样。你说我这儿吧，这儿过敏了。我真实肚子就这么大呀！我每次就是要直播的时候，对，还有血丝啊，刚洗完澡，刚洗完热水澡会有那个红血丝。欢迎小众爱幻想，谢谢小众爱幻想的礼物。没起去吃饭，我晚上不吃饭，我要减肥。我已经2天晚上没吃饭了，昨天吃了，今天是2天。希望我能坚持多一点。我说实在，我现在我不想，主要我也不想吃，因为晚上吃饭的话不消化，我现在代谢啊、消化呀、都是就是都没有那么好，所以每天其实跟他吃太多的话，对自己身体也是负担。然后最近我又觉得自己胖的特别吓人，所以就对。爱上已婚男怎么办？明知道没结果，但还是拥有着。爱上已婚男为什么没结果呢？你为什么觉得爱上已婚男没结果呢？因为过敏了。就是你所谓的没结果，你要什么结果？我的理解就是感情、爱情啊，就是都可能都没结果。什么是结果？就你想要什么？他有老婆，可能没时间陪你啊。他有老婆没时间陪你，那就是因为不爱你。那他有老婆，他都出来约你来了，然后他又没时间陪你，那就是因为不爱你。这跟他有没有家庭没关系啊。你要碰到一个已婚有老婆的，他如果爱你的话，他还是有时间陪你啊，因为他
同性恋陪女的，其实就是很难受的，他恨不得就是他真爱你的话，他恨不得就陪着你呢。嗯，他之所以不陪你，不是因为这没有家庭，不是理由。嗯，我身边好多就是已婚的，然后在外边儿找找对象的，然后他们权衡的很好，就是甚至都忽略家庭去陪这个同性恋。谢谢杰克的礼物。感觉我好有负罪感。嗯，就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如果你觉得有负罪感的话，那你就懂点事儿，让他别太压力特别大。我觉得作为他作为一个主犯，他可能他自己心里有数，你别就是打破他的计划就好。我觉得他会保护好自己。啊，你别就是没事作，或者说让他就是很辛苦。哎，就我觉得这可以。你变得那么胖了，人到中年都会胖啊，你们到中年可能也会胖。我得抬着头，要不然我这个双腔不太严重。是啊，我们就是中灯啊，35岁是中灯。我也高一点。我也曾经爱过一个已婚男，已婚男确实是挺迷人的吧？我觉得，呃，我觉得大家喜欢已婚男，主要是会觉得他克制啊，就是已婚男的那种克制，可能会让一个人着迷，因为小孩子会喜欢比自己成熟一点的啊，所以，但其实你爱他的克制，可能伤害你的，可能也是因为他的克制啊。是因为人夫感吗？人夫感我不懂，反正我也曾经喜欢会比我大9岁的人，我会觉得他好成熟，然后自己想变成那样的人，然后当时其实会很着迷这个人的就是心里的那个他心境，我觉得他道行很高。但是他这点道行都用在我身上了。哎，已婚男可能有人夫感，但是他不是那种类型。而我当时我喜欢的那个不是人夫，但他有代孕孩子，所以他是一个就算是一个单身父亲。所以我我当时其实我觉得男人成熟，很有魅力吧，但现在
不会。现在我觉得，现在陪伴很重要。每个阶段追求的东西不一样，我现在追求可能陪伴吧。我谈年少很难不自卑，啥意思？现在自己都成熟了，我现在就变成了我讨厌的样子啊！我觉得我现在过于的，我讨厌我身上的世俗啊！我会觉得我做生意做了几年，对待很多事情我可能过于的世俗啊。我是个大俗人了，我可能没有良好的品质了，就是那种电视里的那种什么有情有义我觉得我做不到啊。有情我可以做到，我觉得有义我做不到。我觉得，对，我其实最大的感触，我会觉得说我现在看周星驰的电影，我会觉得非常强烈的那种感触。我觉得周星驰的电影其实，跟他本人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啊。他会把这个周星驰电影里边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火了，或者这个人有钱了之后的那种状态啊，其实包括他失去爱情那种感觉啊，我觉得那个是他真实自己身上有的。他也会讨厌有钱后的他自己啊。我觉得这个，嗯，或者你比前几年成熟。没有更成熟，我只是会觉得我更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我不去讨好任何人啊，我不讨好任何人，这跟成熟没关系。你们老了，你们也明白了，就是你们，哎呀，你们在社会里生活一段时间，其实你们也懂。杀的，啊，脸一下就红了，杀的慌，就我脸上有伤口，过敏。但你要不涂吧，还不行。抹的大宝。到此为止，各有各的天地。回忆的中间说，2018年看别人剪辑那个什么玩意儿，哭的稀里哗啦。你刚才还不是在二把刀直播间里不是说2018年你看的是那个芝麻？你现在又回忆起来2018年看的是跟我回家了是吧？记错了。
到此为止。那你快别回忆从前了。是，老婆，你跟那个人见着了吗？我老婆又有老公了，可能在外面，平时都是半夜出去，现在一到9点就跟那个人约好一起健身。怪不得最近都不缠着我，没兴趣。给你做个西红柿番茄蛋，多吃点，回来就吃不着了。回来只能跟我吃点龙虾、鲍鱼什么的。你还是喜，你还是喜欢就是民众的一些东西，多体验一下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吧，体验一下基层的这种感觉。之前就是天天在直播间里说跟我吃香的喝辣的，现在改吃甜的了啊，吃点番茄炒蛋酸甜口啊，吃香喝辣的已经满足不了了。到此为止，眼睛我都睁不开了。在哪看的弹幕啊？啥意思？幸福肥，这2年左右我就不太爱动了啊，就是那也没啥事儿，你动干嘛呀？就是不动了，现在就是不像之前就是总喝酒啊，然后总，因为我喝酒就不爱吃饭，所以我那个时候越喝酒越瘦。现在也不喝酒啊，天天在家一宅，死肥宅，然后天天一天吃5顿，吃4顿，能不肥吗？啊，跟阿尔到半年时间，就是吃饭非常的，就基本上没有那个吃，就是没有饿肚子的时候吧，就是每天都吃的比较满足的那种，所以就我这2天我其实一天吃一顿啊，吃一顿半的那种状态，也不觉得饿啊，我现在也不觉得饿。然后我吃饭要是吃特别快的那种，基本上吃饭我大概3、5分钟我就吃完了，吃完了然后一顿饭顶一天的那种感觉。你看一天吃一顿半，到此为止。这不是太肥了吗？
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你看我虽然肚子大了，但是我脸其实不太肥，我觉得我脸不太肥，我肚子很大的，这样才是实际的这种。多次会日，哎，有对象了，身材管理干，哎呀，这样。就看另一个手机 iPad，因为这个字有点远，这个有点那个，我这有散光，所以我就看另外一个。那又不跟刀运动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就是坚持下去，因为我现在如果跟他健身的话，过2天我每天我要开车，然后要录视频的话，我就不想健身，然后就又断了，对，所以我就不去健身。我觉得等我忙完这事儿，然后就集中的我就健健身，还蛮不错的。而我会给自己一些理由吧。不是我喜欢健身，我现在我又找了一个身材就是肌肉型的，我更不想健身了。我之前健身是因为我向往肌肉，然后我觉得肌肉可能会很美好，但是我现在找了一个就是健身的一个对象之后，我觉得不过如此。就是我觉得有好的身材啊，或者说也就那么回事儿。而且我看他健身风雨无阻的，然后挺辛苦的我觉得得，我觉得不划算的，就我觉得没必要啊，你们懂不？啊，对我已经祛魅了，就是因为你接触到了，然后你就也不向往别人身材好了，也不向往自己身材好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大概率也不会接触到其他人了。我健身干嘛呢？嗯，我本身健身又特别痛苦，我又不是一个爱健身的人。有的人可能天生爱健身，我不爱健身。我都健身计划我都启动了多少次了，都没坚持下来。到此为止。综艺什么时候拍？嗯，不知道，想拍就拍，不想拍就不拍，不知道什么时候拍。嗯，我们可能马上就拍，或者说隔1个月再拍，没规定自己，现在没有什么必须做的事儿。现在必须做的事儿就是，我觉得就是把身体养好吧，就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综艺一共几个人？一共几个人？我们这个综艺是那个，我们综艺的性质就是那个，我们综艺的性质就是那个，去外地去看那个粉丝朋友，然后让粉丝朋友，呃，给我们就是推荐当地的餐厅，然后，
100块钱以内的，然后3个人一起吃饭，然后聊天儿，就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也不需要什么人呢。嗯，我我刚开始接触健身打退堂鼓和一次，也是今年卖出去了。粉丝能上电视吗？粉丝当然上电视啊，粉丝肯定是要上电视的。但是有不想上的，我们就打码了。有，反正就是人肯定会上，但是脸露不露，这个取决于粉丝自己。有的人就说我无所谓，就是上了那个，那我们就不打码。然后有的人可能没出柜啊，然后觉得就挺是社恐的，然后我们就打码就好了。健身这个东西的话，还是那句话，就是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你现在让我追求很多钱嘛，我也就还好，就是现在最大的追求就身体嘛，就是让自己身体好一点。毕竟中登了嘛，就你们不知道35岁之后的感觉啊，因为很多人都没到35岁，35岁的感觉就是，身体很容易就是，我觉得35岁很容易嘎啊，因为我爸是60岁嘎的，我爸爸是60岁就突然就过世了嘛，然后我觉得我35岁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但我的都是那个慢性病，然后但我可能心脏也有问题啊，会觉得很，我现在消费观也不一样，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该花就花嘛，你说不定你哪天赶上了，嗯，图图你和叨叨订什么来着？我提前把酒店订好，不用啊，那个演艺圈那个不用，我们自己那个订酒店就好了，而且就是呃。就是我们很怕，就是什么，就是到时候有一些谣言，就说我们就是吃喝粉丝的之类的，我们不会接受啊，接受你们的好意，但是我们不会去真的就是说怎么样啊，时间定好了，应该是在3天以内吧，因为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这2、3天广东会有那个台风，然后我种了一点儿那个香菜，种点儿辣椒，然后这香菜辣椒吧，要是拿屋里边儿，它就不一定长，然后它就在外边儿，然后我就说让它生芽了之后，然后我可能拿屋里还好说一点儿，现在刚种，我就说能在外边儿晒晒阳光之类的，所以我就很怕，就是说我们刚种好，然后我们就走了，然后台风来了。而且就是这边台风挺吓人的，就是两广地区的不是两广啊，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就是广东这边的台风其实挺吓人的，就是那个可能会把那个菜就给吹到楼下之类的，会很恐怖，所以我们在屋里还不长，2天左右，对，大概也就是1、2天，嗯，我们待也就是待2天啊。那待时间长了也没啥待的，我们又不去酒吧，我们可能就是吃大排档，然后去一些就是俗气的景点儿，只是因为要拍一些素材嘛，俗气的景点儿拍点素材，所以我们会我们应该是一行2、3个人吧，可能中途还会来一个就是帮我们拍摄的一个人。当然就不知道二把刀怎么样呢，因为二把刀其实见到粉丝他一个屁都蹦不出来。以我现在对二把刀的一个了解，以及他平时的表现，他见到粉丝他一个
一个屁他都蹦不出来，所以就是最终可能沦为他去摄像师了。但如果他要能说的话，我就找一个摄像师啊，然后他要不能说的话，就让他做摄像师。嗯嗯，反正200刀平时挺低的，什么感觉这？我都话都说到这儿了，还在那边感觉挺低的，他哪里低呀？平时我带他出去，他也就跟别人就是不说话，直播间大大咧咧，那直播间是直播间，那你私底下跟你老公，你私底下跟你对象啥样，你跟你妈能啥样吗？那不是一回事儿。在你面前低不起来，在我面前挺低的呀，我没觉得他挺灵的之类的。我一直都觉得他有点太爷们儿，我会因为他太爷们儿，我会有一点点困惑，我会觉得我俩到最后可能处成哥们儿了，有这个可能，有这个担忧，哎，到最后我俩可能处成哥们儿了，咋整？现在想戏，我本来手就戏，我手多细啊，又细又长。好久没讲故事了，你想听啥故事啊？想听啥故事？这样都行。我现在也没啥故事。原生家庭怎么样？我原生家庭挺好的。我家是我家是有3个孩子，一个哥一个姐，我是老三。然后我爸妈都是农村人，然后他们不种地，但是他们是外出务工的。但是因为我妈妈跟我奶奶的关系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爸就带着我妈还有3个孩子就自己单过。然后第一个是女儿，然后第二个是儿子，然后我哥可能是因为早产，然后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好像当时就是他活不了，两岁的时候还经常就是觉得他活不了，后来就要了我嘛，然后后来我也是打不掉了，就我哥就活下去了嘛，然后后来就打算把我卖给亲戚嘛，那个时候也不算是卖嘛，就是给别人养，然后别人象征意义给我家7000块钱还是3000块钱，然后我妈妈还是受不了嘛，就又把孩子就是又把我抢回来了。然后我们小的时候，我一直都是比较乖的孩子吧。然后后来就是我记忆当中，就是父母就是一直在外出做生意啊，然后包括打工啊，
呃，倒的牛啊，我家养过就是倒腾过牛犊子呀，然后养过鸡，养过鸭子啊，然后种过地呀，然后做过豆腐啊，收过废铜废铁呀，然后后来就一点一点做工程啊，然后父母小的时候总吵架吧，总吵架，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恩爱了一辈子吧，吵吵闹闹一辈子吧，啊，然后我因为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有一点点，我在学校里边我会有一点点自卑，但是学习成绩还不错，然后整体家里就比较穷，然后后来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就是开心的点，就是我觉得我没靠家里，我不是一个靠家里的人，我可能比较顽强，然后就觉得家里指望不上。后来家里有点钱了，然后我也赚钱了，然后甚至后来我带动了家里的经济，哎，挺爱我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算是3个孩子里边最聪明和最懂事儿的，所以学习也是最好的所以就是家里可能会对我比较好。我觉得，反正我亲口从我妈妈嘴里听到的，就是他们，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能感受到，就是我自己真的能感受到，就是我觉得父母是会有偏向的，会有喜欢的孩子啊，就是我觉得，别跟我说父母会一碗水端平，我觉得端不平，就是肯定会有倾向性，包括你，我觉得包括你有2个杯子，你肯定会有一个你更喜欢的杯子，对，我自己能感受到他们是偏爱我的，对，根本端不平，我觉得肯定会有自己喜欢的孩子啊。在意的、喜欢的，然后包括担心的，我觉得这个做不到。我觉得现在家里可能我妈妈可能会更偏爱我哥哥一点，因为我哥哥可能需要家里操心。哎，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反而是被忽略的那个人。就我不觉得有的时候，现在我妈其实对我的关心可能会少很多啊，是的，不一样的。但我觉得我爸是很爱我的，就是我爸是很看重我然后很爱我。反正我从小就又自卑，然后又骄傲，我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个人。我自卑可能就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然后我骄傲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比一般人都要了不起，就是我挺自信的。我我在学校里，我学生时代我很自信，啊，好白啊，我这已经晒黑了。广东，广东前一段时间我们去海边了，可能晒黑了。
自卑又自信，分很多情况吧。那我现在我演戏我就不会，就虽然说就是我的差评很多，但我演戏我是自信的。就是我会觉得说有一些观众其实他看不懂表演啊，他看的是脸蛋儿啊，他看的是人设，但我觉得我算是我剧里边演戏来讲的话，我的演技仅次于龙二。我觉得我所有的演员，包括合作的所有人里边，嗯，我觉得龙二天赋包括他的能力是比我高很多的。但是除了龙二之外，我觉得我算是我这几部戏里边演戏算是越来越好的。但是有些人不这么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不喜欢他看他表演，或者说我觉得他表演的很差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是大家不喜欢我的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人设，不喜欢这个白里而已。所以我最开心的点就是我在做我觉得我感兴趣的事，所以我很自信，这点我很自信，我没有质疑过自己，我没有觉得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一行啊，我是不是就是真的很差呀？我没有，从来没质疑过自己。我觉得就我这方面蛮自信的，不会因为不好的评论会质疑。我为什么会觉得说我演技不差呢？因为我会发现观众觉得演技好的人，我觉得他们演技非常差。就是有一些观众会说这个人演的真好，我我就会觉得这个人是演的最差的一个人。嗯，叨叨怎么不在？叨叨去健身了。怎么做到自信的？你完成度比较高，就是比如说，嗯，我在拍第一部戏的时候，因为熟悉我的都知道，我其实主播觉得金世佳这个演员怎么样？不怎么样啊，包括我都能想象到这个2813都，我觉得你应该也喜欢那个雷佳音吧？啊，就在我眼里，他们演技都不怎么样啊。就作为一个演员来讲作为一个演员来讲的话，我觉得演技是很重要的雷佳音还行吧，很一般。对，你们之所以喜欢，是因为他的长相，不是因为他的演技，你们没有看到演技。甄嬛演技怎么样？女演员就孙俪啊，女演员孙俪很厉害，就女演员，我觉得孙俪算是第一了吧，演戏来讲第一。我说过我们这个个性的长得很高端，我说过，你谁呀、我觉得你说什么？你说过我们这个就是你是什么开创者是吗？是一个什么很牛的一个学家吗？你是？包括叨叨还有金世佳，我们这个个性长得很好，
嗯，别打枪了啊！我希望大家别打枪。别看百里也有福相，是因为胖是吧？我小的时候算命跟我说，就是那个好两三个算命的都跟我说，小的时候说我以后会当官儿啊，说我会当官儿。我35岁了，我还能当官儿吗？哎呀，我一直等着我当官儿呢，我35岁能不能当官儿？算命的，考不了公了。是啊，我这怎么考公啊？我能当什么官儿呢？我能，对，我当个新郎官儿。那我找谁去呢？你好几个人都说说我有福，我们东北话就是，哎，你有福啊，这孩子有福啊，这孩子权儿大呀，这孩子一脸福相啊，这以后得当大官儿呢。好几个就是看事儿的、算命的都这么说啊。啥用呢？有福啊，我想要个孩子，我可能我50岁左右的时候，如果我跟我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说我跟二把刀长不了的话，或者说我跟二把刀分了的话，我肯定会要个孩子。对，我和二把刀如果有一天就走不到一起啊，我会要个孩子，对，要个18岁的，然后我大概40、50岁，我也能负担得起。对，等我到40、50岁，然后我就要一个18岁的小孩。领养一个嘛，最好是那种拿到那个大学毕业证书的那种，然后就是哎，还管我叫义父，对不对？一会儿啊，我也就5年就40岁，25岁行吧，25岁有点老，25岁有点老，也就五年嘛，5年我也就40了，这真的挺快的，我觉得因为我其实这10年，25岁到35岁这10年，其实一直在做事情，所以时间过得很快，而且其实25岁到35岁，其实它是一个人生
跨度很大的一个点。你比如说你8岁到18岁，可能你还是小孩儿啊，你8岁到18岁你都是一个孩子的一个状态。但是25岁到35岁同样是10年的一个时间，但是你可能从一个就是一个青少年，或者说一个步入社会的一个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就是老油条。他不是一个身份过的这10年，他是在这10年里边你会有2个跨度。所以我觉得这个25岁到35岁其实会让你觉得很感慨吧。你看你到35岁到45岁，你也属于一个中年的一个状态了。只有25岁到35岁，其实它是有2个跨度。那其实到45岁到65岁，其实算是一个中老年。但是现在男人45岁也不算是中老年，可能50多到70多算是中老年。因为我现在很多朋友基本都40多了，在外边还吃喝玩乐的所以现在男的可能45岁不显老就是还比较年轻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可能就这10年看着比较老，我觉得35岁到45岁我可能还这样，因为我可能35岁可能就是我的一个状态啊。他居然是85年的啊！他说了，他说了，你确定他是85年的吗？他亲口说的85年的，他俩直播说的。哎呀，那他自己说的，那我就不怕了，你知道吧？之前你知道，就是有很多人问我说那个龙二多大，我没办法说，因为龙二其实很在乎他的，就是别人说他老这件事情，他要自己不说的话，我真的没办法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多大我也不知道他就是到底有多大年纪。但是他有一次跟我说他是88年还是89年的，我说扯犊子，我说扯犊子，就是他有一次跟我说是88年的，我就别在那块扯了，因为他不是一个能开玩笑的人，他说88年的时候，我心里就会觉得跟我撒这话，但是我也没揭穿他。然后有很多人就问我说：“哎，那个龙二，你俩是同龄人吗？或者说他多大年纪啊之类的？”我也没办法说他自己承认了，那这还挺好85年比我大6岁比我大6岁是。还没到40呢，85年还没到40，41了。在我们东北来讲的话，85年是41了。还没到40。我跟龙二其实我不敢太去开玩笑，你知道吗？然后他其实有很多东西他很在意，他不像我，就是可能大大咧咧习惯了。我敢跟他开玩笑，就是因为我们都喝酒了，喝酒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放松。
所以就是不会那么敏感，因为喝完酒其实他喝酒和不喝酒是两个状态的人，所以他不喝酒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很敏感，很很脆弱，内心很脆弱，我就要小心一点。但是我要喝酒，我就觉得哎，什么话都可以说的那种。在我眼里，其实他虽然比我大6岁，但是我是拿他当同龄人的，然后我会觉得，甚至我会拿他当比我还小，就我觉得他的心理年龄也会比我小一点，但是他的阅历又比我多一些所以就是跟他聊天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跟二宝当聊天吧，我俩就是嘻嘻哈哈说一些没用的，跟龙二聊天吧就可以说很多很多，就是一些圈子里的认知啊，然后包括一些我没接触到的人和事儿啊，跟就是可以有来有回的去交流。我跟二宝可能就是扯一些没用的，或者说就是腻在一起不一样，但是我跟龙二应该也不会腻在一起的那种，就是会觉得很奇怪啊，所以就是，就是之前有的人就撮合我俩嘛，就是我其实就是有一种感觉，是他比我强大，我应该不会找比我强大的人，就是他的阅历啊，包括他的一些整体的状态比我成熟，我会觉得啊，但是他某些情况下，我就觉得他是需要保护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直给的那种相处方式啊。但是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个宝藏吧。我评价龙二，我觉得一直我评价都觉得他很优秀，很优秀，然后是一个宝藏男孩，老男孩。现在在哪儿买房呢？我哪知道？这我不知道啊，你并不别人的隐私我上哪知道去？我也不会去问。龙二买房了吗？龙二房子可能比我还多呢，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有几个房子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把之前的房子卖掉。他财富，他财力比我牛逼他比我牛逼多了。他是个，我觉得他是有一些财富的。他不用像我一样，就是每天还要去直播赚一点就是零花钱之类的，他不用，我觉得他不用。张贤我都看不出他40多，你能看出啥？人那些那个同性恋，人家没事就做美容做保养的，一线城市的同性恋都会去特别是那种就是那个大圈的人，他们会喜欢做一些在脸上动一些东西啊，他每年可能在脸上花的钱就蛮多的啊，这不是你能想象到的生活我之前北京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沉迷于就是做美容啊，然后他们的钱基本上都是用在自己的脸上和身上的那种，就是他们的消费习惯是这样，所以他们可能不太会买房买车，但是他们会把自己弄得特别精致
每个人消费习惯不一样，他们可能把自己弄得非常好以后才会去买房买车，但是可能是我们这种人，我们会觉得说有房有车才会更踏实，脸无所谓啊，你不同的方向。平时做个医美两三千，一个小医美两三千啊，你说正常人谁有这个钱呢？啊，大一点的那几万、几十万的都有。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什么埋线呐、然后就是怎么样，几十万、十几万的那种，这很正常啊，这一种方向追求不一样。我这么说，就是那个张贤，可能他的生活连一些明星都比不上，他的生活其实比一般明星都过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花说的那个，哎，我真看不出来他40多岁，你是不了解人的生活。上海有一些 gay，其实他们的生活超过明星的生活，他们的背后的金主，他们找的男朋友非常有能力，那个不算金主了，是男朋友，她已经嫁入了豪门了，人那个才是真正的豪门。一线城市的 gay，其实特别是那些又有钱，然后长得又好看的这帮人，其实他们的生活也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就跟我们跟人比根本就比不了。人家说实在的，人家的生活已经就小时代了，已经就是到那个小时代的那种状态了啊。图图也要嫁豪门，我的性格嫁不了豪门，可能我嫁豪门，然后我会可能跟那个富豪打一架啊。我的个性是过2天吧就鸡飞狗跳，我也受不了。我没跟大家说那个点吗？我记得有一次我开车，我就跟那个二把刀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再说一遍，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也是嫁到上海去了，然后上海这个人又有钱又有颜，非常牛逼，而且在上海又算是，呃，就是算是比较牛逼的那个，可能在政府也非常牛逼的一个人啊。他也是管什么的，反正就是管，我具体我不能说了啊，反正就是非常牛逼，又有钱，长得又好看，然后又有那个，又又有身份的一个人啊，然后他就喜欢熊，他喜欢憨厚的熊，然后北京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比较憨厚，长得其实不怎么样，那个朋友长得不怎么样，但是憨厚，然后又是熊，然后就是俩人就试着相处了，然后就到了上海了，然后没过几天他就回来了，然后我们就问说为什么呀？他说有一次他那个就是还是购什么东西或者换灯泡啊之类的，然后他就踩在椅子上去，
就是有一个踩椅子的一个动作，结果他俩就吵起来了，因为那个椅子不能踩。你说什么椅子不能踩呢？那椅子能坐不能踩，你说这是为什么呢？谁能告诉我？你说有一把椅子，然后它能坐，但是它不能踩，因为踩了这个椅子，然后俩人就是分手了。那是因为什么呢？谁能看清事实的真相？小爱同学，哎，关闭空调。小事儿。这你们听到这个事儿，你们觉得你们怎么去评价这个事儿？啊，一个椅子，啊，它能坐，但它不能踩，不是因为椅子，是因为椅子。我觉得是因为椅子。哎，礼仪，这个是礼仪。就你们评论区里边就只有一个人说的对，是某种礼仪。就你的阶层不一样，你可能觉得说我踩了椅子，然后够点东西，但可能这个行为在别人眼里是一个没礼貌，或者说是一个不那么高级的一个动作。这就说明他俩不是一路人，没有谁对谁错，就是不是一路人而已。就好比你吃饭吧唧嘴啊，这个大家都能懂。你吃饭吧唧嘴，但是有的人会觉得吧唧嘴非常没礼貌啊，非常难看。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放屁啊，但有的人接受不了放屁这件事情啊，这是个人的习惯行为。你俩是不是一路人？我之前我就是一个上厕所啊，我就是一个上厕所不能听音乐的人，因为我觉得上厕所就是屎尿什么的，对音乐是不够尊重的啊。我很讨厌，对，我很讨厌这种就是上厕所的时候拉屎、尿尿的这种人，但现在改变了啊，就是每个人的认知啊，它跟什么爱不爱什么没关系，就习惯、认知。遇到过有人喝汤吃饭都不许出声，对，不同频，对，我觉得最幸福的那种关系其实就是他能懂你的点啊，同频，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不相同，但是他愿意为你去改变。呃，就比如说今天二把刀说的那个就是中通这件事情啊，中通这件事情，我心里我就会觉得说二把刀这件事情处理的非常不好。去不去钓鱼可以，我觉得二把刀做这件事情处理的不是特别好，他居然跟那个就是快递员咱反正是计较这些东西没必要。就是我那天为什么会跟快递员计较呢？因为他骂了二把刀，所以我会计较。但是平时跟这些快递员什么的，你就没有必要就是说真掰扯清楚，因为你跟他掰扯不清楚，因为不同频嘛。快递员可能会觉得说，快递员可能会觉得说，我这么累，然后就是这么点小破事儿啊，你就揪着不放之类的。但是咱们可能想着说，这是咱们的权益，或者说你得提高自己的服务。人快递员会觉得说，提高屁服务啊！我他妈做这个行已经他妈累得要死了，我这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工作，你干嘛这么较真儿？所以你就没有必要
介意。而且就是现在，你看，就是每次中通不送过来，我们已经有很严重的这个冲突了嘛。中通快递我们已经有冲突了，那也没有太好的效果。我们投诉也好，包括那个打市啊热线也好，就这个事儿它解决不了，到现在都解决不了。那解决不了的话，你还跟他计较什么呢？你还去举报他是干什么呢？没必要，你就没必要去举报了，因为你解决不了，明白不？就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不了，那我们就以后就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是什么方式啊？就是那不用他家就完事儿了啊，跟他减少接触就完事儿了。也没有必要跟他谁生气。比如说这家快递他服务不好，那我们选其他家快递就好了。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这边的服务都不好啊，有服务好的，但是这可能普遍都不好。那都不好，你为什么要改变人家都不好这个现状呢？因为你改变不了，所以我们只能去找那个服务好的，哪怕多花点钱，我们省着生那个气。所以我想说的这个点就是，既然不同频，你跟他讲再多，你举报也好怎么样，你跟他斗，没啥用啊。那快递员儿他要是就是就你们能懂一个点吗？就是快递员儿不会想着说我做这个快递，我要把服务提高上去，我要做成那个优秀快递员儿。有几个快递员会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说我要做这一片区的最优秀的快递员。有几个快递员有这种觉悟？你没必要嘛。对，你举报他也没用，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举报很多次了，相关部门也打过电话了，就是没用。这你已经有结果的事儿了，那就是远离嘛。我们为什么要赚钱呢？我们赚钱其实就是为了离傻逼远一点，我们有所选择啊。赚钱，你就可以去离傻逼远一点，对不对？你就可以就是说有更多的选择，嗯，你还跟他较什么真儿呢？这就是认知，就是不同频嘛。我不是说我跟二把刀不同频，我是说二把刀跟那个快递员不同频，那你没必要让他意识到自己错了，然后让他去改了啊，没必要，嗯，完全没有用。他能改的话，相关部门也有结果了，现在就没有结果。你要改变什么呢？对吧？因为除了中通，还有韵达，还有圆通啊，对吧？你大不了你多花2块钱，你找那个京东，你大不了你再多花3块钱，你找那个顺丰，一样的啊。同样的，你可能多花三块钱一个快递，你多花3块钱，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好的服务，得到好的服务你就不用生气。你这是哎呀，有的时候吧，你看他这2天生气，他也没跟我说啊，嗯，我在那块跟那个快递员生气，他没敢跟我说，那有啥生气的呢？而且我平心而论，我觉得这个快递员其实也也没挣啥钱啊，一天几十块钱儿，人家不上心也是正常。
性子直，性子直，你别自己生气呀、你性子急，你可以就是辱骂别人，然后你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果说那个怎么样的话，你别自己生闷气，他还自己生着气啊。你有啥生气的呢？这一点二把刀就不如人龙二。我觉得龙二就这种事儿，我觉得龙二特别有经验。那天是这么回事儿，因为那段时间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刚搬到这儿来，你知道吧？我们是刚搬到这个小区，然后我们的快递吧，就是莫名其妙的被送到快递驿站了。但你送到快递驿站也行，你提前给我打个电话，他们是不打电话直接就送到快递驿站了。但是因为我们刚搬过来，我们也不知道快递驿站在哪儿，因为我们那边的快递驿站我们去了，那快递驿站吧没有那个快递。后来我们才知道有俩快递驿站，这俩快递在这个快递驿站，那俩快递在那个快递驿站，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就是没有发消息，没有打电话嘛。然后我们就因为找不到其他的快递站，我们就说那个给我们送上来吧。然后他就，就我们好像是跟的那个什么说的，跟那个，呃，就是给那个快递公司打电话嘛。我说那个就二把刀就说那个快递要送过来之类的。然后那个快递公司也是傻逼啊，就是你正常的，你就是说那个快递员儿可能就是比较忙之类的啊，辛苦你自己去取一下，这也是个人话。我们下次就是那个给你打电话，然后就告诉你在哪儿。如果你找不到，给我们打电话，怎么样？这是句人话。这个快递公司也特别嘚儿就中通哎，那个怎么样那个你自己不能拿一下吗？你理解一下嘛，快递员都很辛苦的。然后我听到以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因为他不是柔声去说的，就是他有一种就是说那种，他有一种就是那种，就是有一点点不耐烦的那种状态。他说你不能自己去拿一下吗？人快递都很辛苦的，而且我们不一定都送上楼的，怎么样的？然后那个二把刀就公放嘛，我就说那实在不行咱投诉吧。我说这个就是态度有问题啊！我就说你不送上来，你没发短信，你也不打电话了，我们也不知道在哪儿，然后打电话了，打电话，然后中通的那个客服也是特别嘚儿是没送过上门吗？好的好的，你稍等一下我们知道了挂电话，我们就觉得说非常莫名其妙。然后那个紧接着就是那个他们就给快递员打电话，快递员就给那谁打电话，给那个二把刀打电话。喂，你们要送快递送货上门是吧？你们是干什么的呀？你们是没长手没长脚吗？就那种在那块就说二把刀，没长手没长脚。说你们是没长手没长脚，我就特别夸张。
啊，特别特别夸张，我就没见过这样，因为我们在一线城市可能没见过这种啊，就是我发现就是惠州就服务行业，包括周围邻居都这逼味儿，啊，就是人就是惠州这边人吧，就是不会说人话的那种感觉啊，你整不明白啊，就是你整不明白，你知道吧？就是惠州这边这真的你这。我们邻居也是特别奇怪的人啊，就是性格也不是特别好的那种。那我们就继续投诉嘛，投诉完以后，然后每次的客诉都转到那个中通的那个客服，中通的客服就是不解决，每次都啊知道了啊那个知道了。然后有一次我就真的有点生气，我说你们别知道了，我说你们得那个这个事儿你们就得解决呀，该处罚处罚呀。然后这个客服人员，你知道，就是那个中通的客服人员啊，就说啊，那你想让我们怎么解决呢？我说不是，我想让你们怎么解决，是你们的态度已经，你们那个快递员的态度已经出了问题，而且骂人之类的。那我不是说我在记录了吗？您等通知就好了呀。中通的客服人员是这个态度，你知道吧？啊，我们不是已经在记录了吗？这不我们不在帮你处理呢吗？你知道吧？我们没发火，你知道吧？就是我听到这种中通客服已经都这逼德行了，我觉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后来我们打那个市长热线，打市长热线，市长热线真的是管，但是管了，他们也是归人家中通客服嘛，中通客服，然后又是这帮傻逼，这个中通客服打电话说啊，那个怎么样，我们已经知道了，怎么样了？啊，你稍等，叭挂电话了。就是中通客服已经牛逼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般的客服都说，哎，先生，抱歉，怎么样？哎，那个怎么样？就是柔声细语的给你道歉，说那个啊，我们马上处理这个事儿，稍后给您回电话。他们不是，他们说，哎，你好，怎么了？啊，有什么投诉是吧？啊，我们已经联系客服了，你稍等一下。啊，好，就这样，八卦了。他们不是说好就这样，都没有这个好就这样啊，我们已经在联系了，挂了。这中通太牛逼了啊，太牛逼了。对他们，对，就是会转到这些客服。哎呀，然后这个快递员有一次就是送货上门了嘛，然后我忍不住了。你知道我家门口到现在放着一个棍子，那个棍子是一个铁棍儿，我就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想跟那个快递员干一仗，我就把那个铁棍儿放在门口了。我就说这个快递员只要一来，我就问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就那天我就抓住了啊，我就抓住了这个快递员，我说你叫他叫王强吗？我说就你叫王强啊啊，你为什么要骂人呢？他说我没骂人啊。我说你怎么骂他呢？你说他没长手没长脚啊，这不算骂人呢。我说这他妈不算骂人啊。他说啊，我不就是在问一下吗？我说我说你，我真的都无语了。他说这不算骂人，这算是在问，就是他问一下，是不是你真没长手真没长脚？我说他妈，你敢骂人，你敢承认呢？然后他说我没骂人呢，你别怎么地的啊，就是在那块儿就是狡辩，哎，就在那块儿就气死你，我就觉得这帮人无药可救了，你知道吧？就是已经，然后我们就在那块儿就是剑拔弩张，我甚至要动手的那种。后来我就说你别给我走啊，你这怎么样的你就，然后我就说报警之类的，警察给他打电话啊，就核实这个事儿，也没什么解决方式。啊，人警察跟我说这个你要投诉那个相关的那个邮政那个快递那块儿啊，但是你投诉了还是归到那块儿管，就是你们懂吗？就是投诉各种渠道，最终还是中通快递那帮人，他们的服务就是差
而且你知道，就是说那个全国的快递，全国的中通快递，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北京总部，他们总部的那个中通快递态度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是他们解决问题一定会转到地方，比如说惠州、惠阳的这个中通快递，然后惠阳的中通快递就是态度非常恶劣，然后这些快递员也就是这么被惯出来的。我们去其他城市中通我没遇到过其他城市的中通没有这样过啊，大家可能都怕被扣钱，这边人就是不扣钱了。你想想这个公司里的人都那德行，他们肯定就是不扣钱啊。然后那个二宝刀还在那块儿，就是二宝刀还在那说我从来没见过你发火，你原来你也会发火之类的。我心想他妈都骂你了，那我能不生气吗？我说他妈都骂你了，我能不生气吗？我不是因为要是我自己经历这个事儿啊，我可能我就是我自己选其他公司就好了，我可能不会这么生气，我也不会这么冲动就无语这事儿解决不了。完了，这二百刀现在还没事投诉人家，你投诉也解决不了，完了你还生自己闷气。我现在处理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现在快递是3个快递随机，就是圆通、中通、韵达这仨快递随机的是随机的，它不是说能控制的。它能控制的就是更高的档位就是说京东或者说咱们那个顺丰，那你就得多花钱嘛。我现在已经买东西基本上在中通在那个京东上买，然后呢，如果说有的款就是因为京东比较少嘛，那有的款只能在抖音或者说在那个淘宝上买，只要我看到是中通的话，我立马就退掉，或者说他来了之后我再退，因为你们不送货上门嘛，不送货上门我就退掉了商家再找他们麻烦就好了。我觉得商家也不会找他们麻烦，就这个事儿就无解这帮人没人治，那咱们就不要治嘛，你随便他们，你跟这帮人计较什么？你花时间去教育他们，而且你有可能被反教育没有时间备注不了备注不了。就是你们不知道那个现在的那个抖音发货的那个就是那个体系，它就是随机三通，随机法随机法，它是不能去选择的。包括二宝刀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二宝刀现在就是发货，它也是这3个快递随机选我这小城市这俩快递员，你是多小的城市？是一个海岛吗？一个快递是会送货上门，就是我们说实在，我们可以接受不送货上门，起码你打个电话，对吧？你起码你打个电话，你不打电话，完了那个我们问那个快递在哪儿，然后他态度还非常恶劣，这个是我们接受不了的。因为我们也说实在，我们这个也是新买的房子，那快递驿站我们也不知道在哪儿，你起码打个电话。而且就是刚搬家的时候有点忙，我们让你送货上门也正常，我们后期我们自己去找那个快递驿站没问题我最讨厌的就是什么？明明是他们做不到位，你稍微态度好一点，我们也就 OK 了。他们做不到位，然后他们还觉得是你太矫情，因为这边人都不跟这些快递计较，所以就把这些快递已经
惯的都不像样了，所以他们就已经就是习惯了，任何人都不送货上门。为什么他们会讨厌我们呢？因为我们是可能近期唯一一个要求他送货上门的业主，所以他会讨厌我啊，这个也正常啊。所以哎呀，说白了你，哎，跟他们远点完事儿，没必要。你多花2块钱，你享受更好的服务一样的。这二把刀就为了省点钱，完了整这些破快递啊，实在不行就把那个衣服和那个专辑涨2块不就完事了啊？私底下有群，肯定有群呐，肯定有，就我们就是有合理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说，极兔也跟那个二把刀吵过架，然后那个中通也跟二把刀吵过架，我们就怀疑就是中通和极兔他们的快递驿站是在一起的啊，极兔和中通的快递驿站可能是在一起的，他们可能就聊起这个事儿了。啊，那家他要送我上门啊，那家我跟他们吵过架，那俩人就神经病之类的啊，可能就是聊过啊，所以就是那个人可能就是因为中通说了一些事儿，可能跟二把刀就是也有点儿对，有一些先入为主，所以对二把刀的那个他俩聊天也吵起来了啊，所以可能是有这个事儿。这很简单呐、我们就用我们就用京东就好了。对，就用京东啊，京东贵3块钱，贵呗。人就是送货上门，人服务态度就是好。京东还是真的是不错的，我买所有东西，人送货上门，然后人态度非常好，多花3块钱嘛，是不是？何必呢？你说实在的，你差这3块钱吗？你说现在谁在乎这3块钱？如果有更好的服务的话，我一定会多加这3块钱，因为他们已经是这么垃圾了，他们现在已经这么垃圾了，他们已经就这几个快递已经垃圾到骨子里了，而且没有人能改变他们，那就多花点钱吧，少生一份气，享受一个服务，然后少接触这些赖人啊，这很正常。他本来没跟我说啊，他跟我说，我早就让他这样。我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就是我在那个就是那个第一次考驾照的时候，别人考驾照可能是3000块钱，然后因为我就听说过驾校的老师可能教练可能就态度不好，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想尽快的学好，而且我想服务态度好一点。然后那帮人就是那个驾校就给我推荐说，这有一个 VIP 啊，驾校的 VIP 就是1对1服务，然后态度也会就是手把手教你，然后就是1对1服务，就是属于 VIP 嘛，7000块钱，就比那个普通的学员可能贵个2/3啊，因为普通好像是2、3千块钱就能考驾照啊。我说那我就要这7000块钱的，我考个驾照我就要那个 VIP 嘛。结果那个我就去学了嘛，去学那个驾校教练吧，他第一天还行，第一天还接送呢，他们还就是比如说你要去驾校的话，他们是来接送的啊，这服务不错吧？啊，
然后我就学的第一天还行，但是我就发现它不是1对1教学，明明是1对1，但是呢，总有一些他其他的学员也来，然后这个教练就让我说你到旁边歇会儿，我就以为他是真的关心我，然后我就到旁边去休息了。结果呢，我发现他在我休息的时候带的其他学员，然后等我休息完了，我回到车里，他的那些学员也没走，也坐在车里边。然后就是这个教练在教我的同时，其他人也在学，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我说我花了7000块钱，然后我就跟那个驾校我就说了，我说这个怎么，然后这个教练就可能就是这算是一种投诉，但是我其实也不算是投诉，我就是在问这个事儿。我说我不是1v1嘛，对吧？我花了7000块钱，怎么是他还带其他学员呢？我可能就这么问了一下，然后这个驾校吧，就给这个教练打电话了，这教练吧就有点不开心，那意思就是你投诉我了，然后就对我态度不太好。然后我就跟这个教练说，我说你现在在跟我发脾气是吧？我说明明是你做的不对，你起码你跟我说一声，你说这个啊，你有这个学员你要带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个情况。然后他也知道他自己错了，然后但是那个整体的那个气氛就不太对劲儿了。第二天我就没去了，就是第一次学那个驾照，我就上了1天课，我那7000块钱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不会正心教我，没退啊，我没要。我一直都觉得说心情最重要，就我觉得你做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你要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开心的去把它做好。如果说这个过程有让自己不开心的事儿，你做不好，你做不好你就不要想太多，你就直接放弃掉，完事儿了啊。因为你将就没用，钱这个东西你可以随时在赚，但是你如果说你生气了，或者说你因为这个矛盾了，然后你被打了，或者说就是哎有一些更严重的一些问题了，犯不上。对，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钱真的很好，就我那一刻我就知道，哎，钱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驾校很垃圾，或者说那个教练很垃圾，我这7000块钱我不要了，因为我有钱，我要的是一份心情，我要的是尊重，我要的是一个我不跟任何人起冲突的一个状态，我要的是我自己觉得舒服，那我就不要这7000块钱了，对吧？那我就不要了，后来我就没再去了。所以我这个，我跟大家讲这个事儿不是在炫富啊，我在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有钱了，其实你就可以选择，你可以舍弃，你可以选择，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包括我这一次，就是我第二次学驾照的时候，因为我是开酒吧的嘛，然后我就有一个顾客酒吧顾客，然后他是做驾校的，他可能是有点股份，然后他在驾校里边当总教练。哎呀，说实在的，这个顾客吧，他是老头吧的顾客，是我们旁边老头吧的顾客，然后他偶尔会来我酒吧，然后他还是喜欢老头的。但是你们也知道，其实我有某一种状态，其实也像老头。哎呀，这个顾客其实就知道我要那个考驾照，就说范老板就是开始就是献殷勤，就是范老板那个来我驾校来学，哎，然后我就说
那我其实我那个人吧，其实不是我的菜，而且就是长得挺膈应的，就是这个人长得就挺膈人的，膈应人，你知道吗？这个人长得挺膈应人的。然后他就说哎，你来这边学，我们只要1000多块钱，然后那个我车接车送，然后那个你还跟我有个伴儿，因为他上班挺无聊的。然后他说他自己亲自教，然后就是保证快速的教出来，可能1个月就能拿到驾照。哎，他这么说的。然后因为我做酒吧，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驾照嘛，我说那1个月是最好的了，那我就说行，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然后他又拉了一个人嘛，那个人也是个同性恋，那个人身材巨好，那个人是一个 MB，身材巨好的一个 MB，然后我们仨在车上，然后他就聊他做 MB 的那些过往，都给我听失更了，你知道吗？然后去到那儿，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看他的脸，那个做 MB 的那个人长得其实就没有那么膈应，嗯，没有那么膈应人。然后呢，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就是说这个气氛吧，因为大家都是通讯录啊，就不像跟直男那么别扭。你知道，就是哎呀，驾校那帮人大直男，跟他们接触其实挺别扭的。然后这帮都是通讯录，还挺好的。虽然说这帮通讯录吧，不是那种小姐妹的通讯录，这帮通讯录我就是都喜欢男人的那种男人，所以有悄悄话，嗯，又不那么刻意的那个聊天儿，所以我就学了，大概学了几天，然后我们就等着去考试了，啊，我们就等着去考试了，不到1个月证下来了，花了2000出头啊，然后每次练车也是我跟那个同性恋我俩一起练，但其实也没练几回啊，反正就是你跟同性恋在一起接触，哎，挺舒服的。后来我就考下来了。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我在驾校里边，就是跟那个，因为驾校那边会，驾校那边，就我们在考，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在考驾照的那个驾校，他们那边也有教练，他们那边是会出实际的场地让你去练车，就是你在你们驾校也能练车，但是你们要考的科目二、科目三的那个场地不是驾校的那个场地，所以你到了驾校去考试的那天就是前一天晚上你到那边，前一天下午你到那边，你在那个当地的场地要去练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驾校的那个教练起冲突了，然后这个同性恋的这个驾校的这个人就为我出头，帮我换教练，我觉得真好啊！我是要考前花，对我们也是，1个小时200，所以我跟那个场地的那个驾校教练起冲突了。那个驾校教练就是态度非常的恶劣，就我在那边就是因为我们练的只有科目二，没练科目三，然后我们在考试之前我们才练科目三，太恐怖了，这你们知道吧？太恐怖了，因为你在驾校里练的是科目二，你科目三是要到实际的就是实际的那个马路上开车的，马路上是有车的，你知道吧？我整个人我就是麻了，你知道吗？我紧张到麻，因为本身我考试我就紧张，
打方向盘呢？打方向盘呢？你干什么呢？你想什么呢？你没练车呀？你别拽我方向盘，我让你打方向盘，你能不能好好说呀？我怎么好好说呀？你这练什么了？你这一点都没练是吧？我练了，我找你干什么呀？我们就是因为没练，我才花钱请教练的呀。你要不能好好教，我就下车，就这样，你知道吧？就在那块儿抢我方向盘，然后就在那嗷嗷喊，然后那个你知道，就是我们后边也会有一些那个孩子，也是就是在这个车里边学嘛，一看就是那种大学生啊，一看就是大学生，然后假期来那个考这个驾照的，他们可能也被这个教练凶，但是他们不敢反抗。我他妈都出社会这么久了，完了我他妈又是一个那个私企的一个老板，我他妈就惯你这臭毛病。我说你他妈把车停那儿，我说我不练了，你把钱退我。然后紧接着我就下车了，下车以后，然后我就找那个我们那个同性恋，我说那个驾校的那个傻逼态度不好，他说你等着，我给你找那个驾校，紧接着，然后那个他们那个总教练给我道歉，然后又找了一个其他的教练教我，哎，那种感觉真好，就是，哎呀，还是得有那个人儿啊，驾校里面还是得有人儿啊，啊，真好啊，所以就是考试考得很快，第二天我紧张到麻了，哎呦我的妈，真的我就觉得科目三也太恐怖了，嗯。所以我觉得有钱很重要啊，你有钱，你有选择很重要。我们又不差那点钱，你比如说我们别墅区，我们别墅区快递员儿都挺好，都送货上门。有一些就物流公司就不好，那我就投诉呗。我之前买了一个健身器材，也是那个物流公司就态度特别不好，我就直接拒收，我说我不要了，拒收。我说你跟谁俩呢？拒收，拒收，然后那个拿我没的办法呀，就给我道歉，道歉完了，然后那个卸货，就没办法，我就拒收就好了呀。嗯，你物流公司你不送拉倒，啊，你不好好服务拉倒，我不要了，那些破玩意儿你愿意扔哪儿扔哪儿，我不要了。但是你这种不行，你这种中通，我们这个破中通，你跟他没有结果，没有结果，愿意咋地咋地。他们早晚会有一个人收拾他们，咱们何必得罪人，是不是？哎呀，我要睡觉了，眼睛都睁不开了。老婆，你健身健的怎么样了，老婆？我老婆走多久了？快了。嗯，我老婆没去健身，说明在那干啥呢？1个半小时了都。小爱同学，
哎，打开空调，好的。把屋里就是弄得凉凉的，我老婆一进来就凉快，要不然她回来她就打，真热，真热，洗个澡，拉个屎，就觉得她的那种一进屋。他一进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他一进屋，他肯定是这样，就是把门一打开，老公，我回来啦。今天健身房人不多，但可热了。老公，你有没有想我啊？我们点外卖行不行？你饿不饿？点个外卖吧。你又不吃啊？那我自己吃。等一会儿我拉个屎，就是那种。拉完屎，哎，我洗个澡，哎，好热，好热，拉个屎。他每天都这德行。二百刀之前就是爱放屁嘛，他没事他就在我面前他就是放那种臭屁、闷屁嘛。我说了，我就是在直播上我就表达过，我说我不喜欢，包括我私底下我也跟他说，我说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放屁。他说那咋整啊？那有屁那就憋着呀。我说你可以憋着去厕所放嘛，对吧？因为屁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都有嘛。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放，因为有味儿啊，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你很少有没味儿的屁，你只能说有响没响，没响的屁特别臭，有响的屁又有点不雅，所以我就表达过，我说我不喜欢别人在公共场合或者说在就是我面前就放屁，他现在就有屁就憋着。他可能找机会偷偷放了，对，他还是挺劝的啊。瓦斯泄漏，挺好。我觉得你不经意放的，我觉得都能理解，因为我有的时候啊，我会在睡觉的时候会不经意的放了个屁，对吧？因为可能吃太多了，然后你可能就是睡觉的时候你放了个屁，我觉得这都能理解啊。你睡前你没有上厕所，你突然就睡觉的时候，可能肠胃有点放屁了啊。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啊。经常放小屁，因为我就是跟你吃太多了嘛。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放屁，我能感觉到，然后我就被我就醒了嘛，然后我就觉得很丢脸啊，但我那个不是有意的，二把刀是那种就是二把刀去哪儿了？二把刀就拉那个健身去了，就吃的太多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俩吃完饭是不运动的，我俩吃完饭就是直接躺在床上，然后就睡觉的那种，所以就会放。噔噔噔噔，宝贝，你快回来，我有点困了。
除了跟二把刀在一起健身，不健身。狗都不健，健身有啥用啊？在北京健过身，在北京健过身，这不回来就没健了。因为我在北京健身的时候，就是会焦虑，我健身会焦虑。我觉得我以后就是把体重减下来，然后去跑跑步，不是锻炼走步，然后让体重就是保持在80公斤左右吧。我现在是，我看我现在多少斤？我之前我觉得80公斤差不多是最好的体重了。嗯，100。189是多少公斤啊？189除以95，189，95啊，因为我这个有杆儿嘛，我这个有健身，就是有这个器械杆儿，应该是94公斤差不多。这个支架，你看这支架在我手里，我到80公斤就行，85公斤也行，我到85公斤就行。我现在都基本上不敢穿紧身的短袖了，我都穿这种宽松的啊。我现在只能穿这种，就是我如果说穿就是紧身的，我这个奶子，大家能看到吧？这个奶子它就是会，它现在已经耷拉了，之前是那个饱满的嘛，现在就是一个小山丘，对吧？它是有点耷拉了，它已经。对，它之前是那个，就是我健身的时候，这个是圆圆的，然后鼓鼓的，现在就耷拉的三角形，啊、老婆，你快回来！因为他不回来的话，我如果睡着了，他会吵醒我。我好不容易睡着了，他会吵醒我。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吗？因为我现在我就是想让自己作息稍微正常一点，然后开车，我俩尽量是在那个，我俩尽量是在同一个时间去睡觉，这样我俩出去开车的话，如果我困了的话，他能帮我开。啊，现在就是，不在一个时间睡觉，嗯。而且他半夜就是二把刀是一个就是特别，他是一个就是不太会照顾你情绪的一个人。就比如说你在睡觉的时候，他会在那块儿，就是他突然拿不住东西，叭掉地上，然后就会把你弄醒，或者说他那个就是
那个你睡着了，他可能关门关的巨大声，咣那种，他是属于这种。然后我只要他睡觉，我都是那种特别轻轻的关门，然后就慢慢的关门。他是咣那种。但是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说我睡觉的时候必须得放着东西睡，可能我放的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他睡眠。我基本上我现在每天睡觉都是会放着，我现在每天睡觉我基本上都是放着那个《凡人修仙传》嘛，我因为我看过一遍了嘛，然后我再看一遍《凡人修仙传》，然后我就睡的就是比较熟嘛。而且看《凡人修仙传》睡觉的话，你做梦都是在打怪嘛，我就觉得做梦打怪的话会非常的爽。就我现在已经每天养成习惯了，就是我经常会，比如说我看什么东西睡着了，然后我就会做这个相关的梦，或者说这个，比如说你看动画片里边，然后会有一些那个就是声音进入梦里边，你会做相关的梦，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现在就觉得《凡人修仙传》就做梦就很舒服。带入哪个角色？反正我随机啊，我也不知道，嗯，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不太会回想自己梦见什么，之前会回想，就是焦虑的时候，你整个人是潜意识在那个梦里面，所以你就会很有主观意识，嗯。但我现在我做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不会焦虑了。我不焦虑了以后，我其实做梦我就第二天我会有的时候会忘掉自己做什么梦，而且现在因为不焦虑了，所以做梦也不是那种噩梦啊，或者说那种很累的梦了。嗯，所以我觉得我过不了苦日子，我过苦日子我会焦虑的，我一焦虑我可能所有的病都上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吃苦，我过不了苦日子。我在北京，我觉得就是因为住的不好，吃的不好，然后又没有车开，然后每天要挤公交、挤地铁，我就会很焦虑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严重的焦虑症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现在你看我就不会了，因为每天出门可以开车，然后吃东西这边可以就是宵夜也很好吃，然后你想吃什么你去买就好啦，你就开车去吃好啦，对吧？你这个城市又非常小，你再好吃的东西离得也不是特别远啊，所以就是这个城市就是让你很轻松，然后你又有自己的房子，你又不用租那种破房子，你又有自己的房子。对吧？哎，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就减少焦虑了。我就真的有的时候焦虑啊，解决它最好方式就是你得有钱。有的时候你的焦虑是因为你没钱，是因为你穷。嗯，我现在就，我就觉得我的生活状态，我觉得挺好。我又不用健身了，我又不用挤地铁了，我也不用住那个破房子了，对吧？我也不用看那个就是那些傻逼，对吧？啊、多好！老婆，你快回来！我觉得，我想去箍个牙，我觉得我的牙不齐，我牙那个缝隙有点大，
这样的牙缝隙有点大。然后你看我这不太齐，这颗牙这有点凸出来，这样牙有点凸出来，这样牙还行。但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啊就是上边牙包着下边牙。我现在这正正好好啊，我现在正正好好，然后我的牙其实是有一点往外凸的，我就寻思就是能把它那个脸型可能就是完美侧脸。我现在就没有特别好看，我想就是趁自己还愿意折腾的情况下，我就去戴个牙套。我之前也戴过，然后就就就可能就没坚持好，矫正完不戴又会变回去。没几年嘛，等我众个筹，然后就是众筹2万块，我就去弄个牙。我想就是弄成那个杨幂那种，就我觉得整牙的那个最好的代表应该是苏醒。你们去看苏醒比赛的时候，他就是有点牙凸，然后他现在矫正，就是他不是矫正，他已经做手术嘛。他现在就是做完手术以后，他的侧脸就牙的那块儿就是已经完全不凸了，甚至有点凹了。所以就是苏醒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牙齿。他之前就是那种像个猴一样，就是他这块很鼓很圆，像个圆猴一样。但是他做完手术以后，他整个人的就特别平，有点这种感觉了，就有点像老太太了。我觉得他那个是做手术的，主要有钱啊。对，他是整形的。我也想整，但是那个很遭罪，我听说。杨幂就是太过了，拔牙拔多了，怎么可能拔牙呀？他那个是骨骼的问题，他就是绝对是那个就整形了，他就是把那个骨头要不就削了，要不就是那个那啥了，他就是要不削了，要不就是把那个骨头那个弄下去一块儿。怎么可能是拔牙？脸型不一样，那怎么可能是拔牙拔的呢？对，下颌骨，对。他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他的那个牙齿的问题，他最大的问题是他这个腮帮子，他是你想想，你现在让那个谁，现在谁是方脸？李宇春是方脸，你让李宇春拔多少牙，他能变成锥子脸啊？你们就思考这个问题。李宇春她是方脸，你们让李宇春拔掉多少颗牙，他能变成锥子脸？他能变成尖下巴？做不到，他只能把就是这个腮帮子这块给他那个就是切掉也好，磨掉也好，他只能就是往回收，这样他能成锥子脸。他这块他都得削掉，你知道吧？这样他能变成锥子脸。他怎么可能是拔牙呢？
好两牙。他确实拔牙了，但是拔牙确实也影响不到骨头。你就像蔡依林啊，有人说那个蔡依林没整过容，就是我看那个蔡依林的粉丝就说蔡依林没整过容，蔡依林之所以变好看了，是因为她化妆化的好啊，就是蔡依林就是很多人都说没整过容，然后之所以是因为她化妆化好看了，洋气了，怎么可能？蔡依林没整容？你看她出道的时候和现在这差别多大？她出道的时候就是丑啊，她现在就真的很漂亮啊。真凉快。老公回来啦，老公还没下播。冲个粉吧。那我下播了，下播吧。困死了，我眼睁不开了，拜拜了。该睡觉了。